你好，我是 Ryan， 目前住在日本福冈。但是前一阵子我参加了一个从台湾来的旅行团到北海道旅游，主要是因为我爸和朋友一起跟团来日本，他邀请我一起参加，顺便和我在日本聚一聚，所以我也借着这一次机会比较了一下跟团和自由行的差异。其实早在2017年我就有到北海道旅游过，当时自己规划行程，安排想去的景点，找住宿，还有搜寻各种想吃的餐厅。这次则是跟着旅行团重新跑了一些景点，有些地方是第一次去，有些地方是就地重游。透过这样的对比，不仅让我体验到两种不同的旅游方式，也勾起了我当年自由行的种种回忆。所以我想借着这一段影片，比较这两种旅游的体验过程。你也可以留言和我分享你过去跟团和自由行的经验。在我出发之前，我就有预期跟团旅游就是吃好睡好。我们第一天是住在登别的温泉旅馆，这是一间很有名的温泉旅馆。泡完汤就是吃旅馆提供的 buffet 当晚餐，海鲜、螃蟹、生鱼片，然后不断的重复。但令我惊艳的是它的牛肉，我以为它会很柴，但意外的吃起来很软嫩。我拿了2次，也拍了2次。我回头看一下我之前2017年旅游吃了什么。第一天晚上我吃了汤咖喱，这也是北海道有名的餐点，也是好吃，不过跟这种吃到饱的 buffet 比起来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差距。当天刚好是 WBSC 12强台湾对战日本决赛，我在日本为台湾加油。当天和台湾的团员们庆祝我们拿下了冠军，这开心的氛围和台湾人一同分享骄傲的一刻，应该是跟团旅游另类的好处之一。登别伊达时代村，这里好像是带团经常会来的地方。其实我蛮喜欢透过这类文化村了解当时时代的历史背景。这个登别伊达时代村是以日本江户时代为基础，伊达政宗是当时的大名，他的后裔在明治时期开发了这片土地，对北海道的开拓有着重要的贡献。进入到登别伊达时代村，会让我感受到穿越时空的氛围。街道上建有当时的商铺、武士官邸和遍布机关的忍者屋，这些建筑物都是以伊达政宗统治的仙台藩为模型，让你体验到江户时代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去的时间刚好接连3个表演。大江户剧场是以武士道背景叙述一段故事，舞台上透过灯光效果和慢动作展现武士交锋的过程。另一场表演则是以传统技艺花魁为主。这场蛮有趣的是会请一位自愿的观众上台扮演将军，和舞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互动。不过有点耻就是了，这位将军要戴上将军的法饰，像是中间那一位头上戴的东西。最后一场是和忍者有关，叙述当年伊达政宗协助基督徒逃离迫害的故事，是一场声光效果都不错的戏剧。我们快速的看完这3场表演之后就匆匆离去。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没看到，但这没办法，跟团的缺点就是没办法控制离开的时间，我们必须要配合团体的行动。之前在2017年我曾经去过北海道开拓村，我在开拓村了解到许多当年开拓北海道的过程和艰辛，里面保留了52栋建筑物、学校、理发厅、渔村的旧房舍，复刻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。那天我逛了一整个下午，完整的理解当年开拓时期的艰苦。我想这就是跟团和自由行最大的差异。跟团就是无法在想多待的地方久留，还是必须要配合导游的时间集体行动。札幌的夜晚是美丽的，有一个行程是去大仓山看夜景，这是在1972年的冬季奥运场地，现在有缆车可以上山去看夜景。我知道北海道很冷，但真正坐在缆车上吹着风，才真正感受到北海道真的很冷。在山顶高处可以看到整个札幌的夜景，夜景是好看的，但我实在太冷了，所以我待不了多久就下山了。这次出团我们到过很多餐馆，清一色都是吃到饱，吃到我都怕了。但印象最深的是这一间难陀，这间店有许多旅行团会来，说不定在看影片的你也有来过。
这间是吃到饱的 buffet， 但它有日本三大蟹：帝王蟹、长脚蟹和毛蟹，鲍鱼、海鲜，还有和牛等各种肉类。帝王蟹和其他螃蟹是帮你煮好的，放到烤盘热一下就能吃了。帝王蟹的肉质鲜甜，满满一口吃起来真的很过瘾。一个人的价格是70分钟9980，大约1万日币。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便宜的，因为我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到二条市场和太太一起分享过一只帝王蟹，不过那一只帝王蟹是新鲜的帝王蟹，称重后当场料理。当时这一只要21000日币，当然这种现杀的会新鲜许多，但相较于难陀吃到饱，我觉得难陀的种类多，吃起来更丰富一点。来到北海道，不管是自助或是跟团，都会安排来一趟小樽。运河旁的界定通商店街是大家都会去的观光景点。小樽过去因为玻璃工艺而闻名，许多店家展示着精美的玻璃制品，从水杯、灯饰到装饰品，每一件作品都透着匠人技术的细致与巧思。音乐盒博物馆则是另一个不错的商店，店内贩售各式各样的音乐盒，从经典的手摇式到现代设计的自动音乐盒。除了音乐盒本身会发出清脆动人的声音，外形也很精美。这条商店街是我第2次造访，除了不变的景致之外，还有人群。我发现这里的观光客比过去还多了，尤其是跟团的观光客。除了台湾团以外，还有韩国、香港和中国的旅客。在这里除了店员以外，我很少听到日本人的对话声，偶尔听到还会惊讶一下，这里有日本人，然后拉回思绪，告诉自己这里是日本北海道，有日本人是很合理的。我除了小樽是故地重游以外，北海道神宫、白色恋人工厂和大通公园都是我当年来过的地方。不过这一次因为跟团只待了30分钟左右，就是下车走走看看，拍个照就上车继续赶路了，没有太多的停留。我对于这几个地方的回忆和感受，大都还停留在2017年那次自由行。我想这也是跟团和自由行的差别。跟团有些景点是充数的，放在行程介绍手册上好看，但是当你回到家问自己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回忆，也说不上来，就是到过那里而已。最后一天我和父亲道别，他和团员先返回台湾，我则是多待在札幌1天，因为我想买一些雪具，准备明年初的滑雪行程。不过我还是安排了一趟北海道大学的行程，这算是一个回忆之旅。我在2017年的时候造访过北海道大学，那个时候是秋天，道路两旁的银杏和枫叶很美。我和太太当时在这里欣赏枫叶待了很久，虽然这一次来的时间树上的枫叶已经掉光了，但因为当时的感受深刻，所以即便是光秃秃的树枝，我也仍然感受得到当时满是枫叶的情景。不管是跟团还是自助，到了一个有大景的地方，像是京都的枫叶、六本木的灯海，还是某一处盛开的樱花，我都会尝试拿起手机，试着捕捉这片美丽的风景。但我发现不管怎么拍，都无法忠实呈现当下壮丽的美景和感动，我都只能记录下部分的景致和细节，有点像是将全景图做切割。看到照片时，也是切割后的感受。有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放下手机5分钟，我必须要压抑自己想要拍摄照片的冲动，然后静静地站在某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感受当下的美好。我发现差不多站到2分钟后，我就会开始听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，我会看到阳光穿透树叶的光线，我会感受到凉风吹过我的脸颊。当我的心开始平静，不再这么 formal 的时候，我才能够真正用我的心捕捉到这段片刻的美好，然后它才会放在我心中的某一处，成为难忘的回忆。在札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雪具，不过有一个区域我不太熟悉，这是专门卖防熊的设备，熊铃、防熊喷雾器，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配备。这让我想到前几天旅行团有带我们去一间养熊的牧场，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熊，老实说当下是有点畏惧的，因为当他们站起身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勇猛，我无法想象在野外遇到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情景，跑也不是，鼓起勇气正面对决应该会被秒掉，我的勇气在他们面前可能只是个笑话，所以在雪具店的时候，
我有点想买一罐防熊喷雾器。不过我不晓得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击退熊，或者只是激怒它们而已。不喷说不定还有机会交个朋友。因为这次和父亲相聚的机会，参加了旅行团，再次造访北海道。我将自由行和跟团两种方式做了一点比较。跟团吃好睡好，旅行社通常会安排舒适的住宿和精美的餐点，游客也不需要去研究地图、交通或者景点的时间表，只要跟着导游走，轻松完成整趟旅程。这种跟团方式比较适合年纪稍长的长辈，或是带着小孩不想这么辛苦规划的旅客。但缺点就是时间弹性低，每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固定，没办法随意调整，还有团体行动的限制，大家还是要配合整个旅行团的移动。自由行就没有这种被限制的缺点，喜欢的地方就多待一下，没兴趣的地方就可以尽快离开。而且自由行可以安排一些小众景点，避开大景点的人潮，像是我前面提到的小樽、白色恋人工厂这些景点大都是观光客，如果能避开这些大景点的人群，旅游体验会好很多。但自由行的缺点就是要提前研究交通、住宿和景点资讯。像这个是北海道开拓村的回程车次，班次很少，错过就要再等1小时。最后一班是5点40，那里很偏远，没做到是很麻烦的。这都是自由行要多留心的小细节，耗费的心力也会比跟团来的大。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，如果你喜欢自由自在的安排行程，那就选择自由行。但如果你的家人上有老父老母，下有妻儿子女，那我会建议你跟团就好，要不然只会累死自己，也无法真正享受到旅游的放松和悠闲自在。另外，我还想对交通成本、酒店和美食做比较。日本的交通相较于台湾算是蛮贵的，不管是搭乘地铁、新干线还是自己开车的过路费，就连停车费都比台湾贵。一趟旅程跑下来累积的费用也是很可观。但如果是跟团，就是一直坐游览车，你不需要去担心交通费超出预算的问题。通常跟团住的饭店一般来说房型都比较大，方便我们收纳行李和走动。但如果是自助，有时候因为预算限制，就会订到房型比较小的旅馆，像是东横 Inn、APA Hotel 这类商务旅馆。这类旅馆大都靠近车站，方便移动，所以很多自由行的旅客都喜欢选择他们。我自己也经常预订他们的房间，主要还是方便、便宜，而且这类旅馆的房间都算干净。最后是吃饭的部分，跟团会附上酒店餐厅的 buffet 当早餐，通常一客大约需要台币500到1000不等。但如果自由行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在前一天的超商买好，或是酒店附近的连锁餐厅吃。日本没有像台湾这么丰富的早餐文化，在台湾凌晨4、5点就能够吃到蛋饼、水煎包，在日本一早起来就只能去咖啡店或是 Sukiya 这类连锁餐厅吃早餐。我觉得早餐这一部分跟团还是比较方便丰富一点，但是中餐和晚餐的部分就不一定了。通常跟团就是 buffet 吃到饱，中餐晚餐一样都属于 CP 值比较高的那一种。我这次跟团一直处在很饱的状态，没有饿过的感觉，但我们就无法吃到当地的特色食物，像是札幌拉面、汤咖喱这些美食。自由行则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餐厅，享受当地特有的食物。所以我对于吃这件事情并没有哪一种比较好的感受，只是不同的体验方式，我觉得都很好。不知道你过去到日本旅游是用哪一种方式呢？你比较喜欢自由行还是跟团呢？请你在下方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经验。对我而言，我还是偏向于自由度较高的旅游方式。我觉得自由行可以让我更深入探索这个地区的景点和美食，也有更多的机会与当地人交流。但偶尔耍废不排行程的跟团吃好睡好也是蛮享受的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呢？其实这趟旅游除了吃喝玩乐以外，也是能够和我父亲相处的难得时光。自从我18岁北上念书之后，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，现在来到日本之后，见面的次数又更少了。每次看到我爸都觉得他好像又老了一点，所以这次能和父亲相聚，在北海道游玩吃海鲜，对我和他来说都是一段难得的回忆。我想这也是跟团的好处之一，就是让我们只专注在当下的行程，聊天分享的内容大都是当下的情景和感受，
我们不需要去分心安排路程，或是讨论下一个景点，我们只是保持相同愉快的心情，在不同的场景中转换。这张照片是某天晚餐的合照，我当时才意识到，这是我第一次和我爸同桌享受喝酒的乐趣。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碰杯聊天，愉快而自在。当距离把我们拉远，我们也更珍惜彼此见面的时光。谢谢你看完这部影片，我是 Ryan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